数多天，难于上青山。别装了，你都念错了。吓死我了！还有我妈突然回来了。杨警官，啥子事？杜明亮，有人见你整天在楼里鬼鬼祟祟，怀疑你偷女性内衣、丝袜、高跟鞋。是哪个鬼手？杨警官，我可不是恋物癖，我妈在更年期，整天打压我打游戏，搞得我呀，现在整天跟她在楼道里打游击。啊，你记不记得吗？当年你还误会我是巴利亚小妹呢。我可以拿我所有宝贝发誓，我绝对不是变态。那你觉得会是谁？杜明亮。耶，杜明亮，你可以哟！打游戏打到全校倒数第一，现在把别个警察你都打上门了啊！你还是以为能打死你？打死你！杜妈，三警官，他是不是犯了啥子事情嘛？哎，误会，我是来找小杜了解情况的。了解啥子情况嘛？就是那个人头的事啊。我跟你说，早些年我是见过那个徐志宏的。什么时候？应该是香港回归以前吧。当时徐志宏跑到1713岐黄医馆找张尔颂吵架，我刚好路过，就听到他在里头吼啥子要曝光之类的话。这个张尔颂，就是岐黄医馆的张大师。啥子张大师哦？他就是一个蹲过大牢的骗子，我跟他是郎中老乡。所以岐黄医馆被查封，是因为徐志宏曝光他。哪里查封了呀？别个是搬到更大的地方去发展了。现在成了大医馆，叫啥子宋本堂。哎，我在这里住了20多年了，小徐他妈在世的时候还算有点走动，自从老徐遭遇山难，就开始到处借钱，我再不敢跟他家来往了。哎，你能不能再回忆一下，97年香港回归之前，这徐家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异常的事？异常？异常？有异常，就在香港回归前几天。咋了，王叔？小徐，你屋头咋个哐哐的响了？我老汉儿想把大衣柜卖了，屋里头门窄，拉不出去，我就想把门框找一下。卖它做啥子嘛？元隆里有个气功大师，保治百病，就是费用高。哦。对了，王叔，你手头……哎呦，我屋头煮起鹿肉汤了，要烧糊了，要烧糊了，烧糊了。哎，那柜子还在屋里，没卖。收破烂的第2天就来了，和小徐砍了好久的钱，最后大衣柜没谈拢，就拿走了一堆瓶瓶罐罐。这样吧，啊，
给雇你的人啊打个电话，就说这500块钱到期限了，让他再给你汇点钱。哦，有号码吗？我找下。哎，还在。是这个。广东号。我好多年都没打了。你。咋就成了空号嘞？这一点联想都没得喽。自由，自由，它在燃烧。闭上眼睛，睡一个好觉。奔跑，奔跑，把过去甩掉。什么结果都不重要。咋个停了嘞？谁让你把乐器偷出来的？老汉儿，我们就借用一下，一定会好好保护，不会弄坏的。我怎么跟你说的？想搞乐队，拿大学录取通知书来换，你当耳旁风是吧？都给我搬回去！回去我再给你算账。叔叔，我们新编了一首歌，你要不要听一下？说不定听完就支持我们的摇滚事业了。摇滚事业，那是你们学生该干的吗？瞧瞧你们这一个一个的啊，流里流气的啊，不在家好好学习，整天不务正业，以后有什么出息？你办不办？不办是吧？老二，放手！枪吧！放手！枪嘛！键盘。队长，韩子昂在出手伤人之前，很有可能遭受过袭击。说说，怎么推断的？我去园林里调查的时候，遇到了我老汉儿，他和冉一起进行过一次沉浸式体验。我知道我老汉儿当时脑袋不太灵光，但是我相信冉队的理论是没有问题的。韩子昂案绝不只是恶作剧这么简单。我昨天和校长也立了军令状，1周之内证明韩子昂出手伤人是出于自卫，不然他就会被退学。队长，您能不能给我增派点人手？小何呀，我现在呢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心情，你想查明真相，想帮韩子昂，但是队里的状况你也应该知道，那4个孩子一直没有找到，所有人，现在所有人都扑在专案组，你现在凭何老跟冉，就凭何老的几句推论，没有证据，没有线索，那你让我怎么跟专案组开口要人？
愁眉苦脸。食堂的菜有这么难吃吗？不是难吃，是难受。韩长男子，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得，我老汉还到处给我添乱，这个是我第一个案子。要是我冉叔在就好了，他肯定是不会让我交白卷的。整个南山分局，讲这句话的人都能排到院门口去了。你们查案子光是想依赖冉队，那你晓不晓得，冉队当年也有他想依赖的人。哪个？居然比我冉叔叔还厉害！有一次我加完班去吃宵夜，在门口碰到了你冉叔叔，我感觉他有心事儿。那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喝酒。他跟我讲，他打心底里最佩服的人就是你老汉儿。他还跟我说，要不是因为你老汉儿，他不可能顺当的走到今天，甚至连第一个案子都迈不过去。这是啥时候的事啊？02年的时候吧。好快哦，嘎！冉队都走了12年了。你要是想查韩子昂的案子，最好找袁隆里的专家帮忙。队里有2个专家，一个是当年的冉队，还有一个就是你老汉儿。我咋个把地下车给忘了？姑娘，来看一下我们树上的花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没事。哇，您好，请问您之前见过这个孩子吗？没见过。谢谢。师傅您好，请问您之前见过这个孩子吗？您好，请问您之前见过这个孩子吗？您见过吗？你好，请问您之前见过这个孩子吗？见过这个孩子吗？我没见过。请问您之前见过这个孩子吗？你见过吗？见过这个孩子吗？你好，请问您之前见过这个孩子吗？没见过。谢谢。特雷莫算法是所有迷宫解法中最耗时但成功率最高的解法。大意就是要把每一条路径都走一遍，然后标上记号，以免重复犯错。老板你好，
请问一下，回纽约港的楼梯口怎么走？左右右左，左左右。谢谢。嗯。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个学生？咋子？警察查案。没见过。谢谢。小何，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？其他人呢？怎么了？排练不顺利啊？哎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？不是我，是键盘。今天他老汉儿来了，把乐曲全都收了，还打了他一顿。为啥子大人都这个样子？就不能支持下我们的梦想吗？难道他们小时候是没有梦想吗？也许是他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栽过太多跟头，所以才不想让你们重蹈覆辙。他老汉儿有没得梦想我不晓得，反正我老汉儿肯定是没得啥子梦想，要不然我妈也不会气得离家出走。你做啥子？噪音，扰民！请你马上离开我房间。老何，老何，你看看他这无法无天的样子。你别急，别急，交给我。
么做到的？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，送了一副耳机。哎，先吃饭吧，不够的话锅里还有。先说正事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技术科那边查出徐志宏的头骨里有砷中毒的状况，我在徐家呢找了一些中药渣子，已经交给梁娟了，这检测报告明天应该就能出来。张尔颂，谁？1713岐黄医馆的张大师，这个应该是他开给徐志宏的药。我查到徐志宏曾经和张尔颂大吵过一架，还扬言要曝光他，两个人闹得很僵。张尔颂蓄意逃脱。这位神采奕奕、精神抖擞的老先生，便是北京神医3代传人张尔颂大师。哎，由北京神医3代传人张尔颂大师创办。张尔颂，你们做啥子的？号呢？什么号？哎呀，找张神医看病是需要挂号的。这个号总能用吧？哎呀，我管你是哪个，就市长来了，他看病也得挂号的嘛。而且今天张神医休息，不接诊。哎，张二嫂，你阆中老家来亲戚了。你家住在陈塘县马圈乡五马杆子村，25岁搞诈骗坐过牢，28岁。小时候啊，防贼迷患贼心的，一听他就病得不轻。啊，进去吧。二位请过目。警察同志，老夫真的是冤枉的。我给那个徐志宏开的方子，是我多年苦心研究出来的。就连我现在生病了，开的都是这个方子。你这药方子里都有些什么药啊？那就是商业机密了，独家配方。你这个药里面加了大量的雄黄吧？你咋个晓得？雄黄里面含有大量的砷元素，长期过量服用可能会引起3价砷中毒。你不是在骗老夫吧？医院的诊断书不会骗人吧？这点常识，但凡懂点科学的人都懂。我还真是第一次见着下毒连自己都不放过的人。哎，说说，这个徐志宏为什么要曝光你？那个是他动伤落下的病根，我啷个晓得？这个徐志宏拿到药以后就赖上我了，非要让我退钱，还要找媒体曝光我，这个事你说说，咋个怪我跟他动手嘛？矛盾归矛盾，还不至于上升到仇杀的层面。哦，关键是，他的钱我都退了。你从元龙里搬走之前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状况？你要是问案子呢，那我真是不晓得。但你要是听八卦，岐黄医馆当年天天都是八卦。物业经理钱大军在我那兼职做个号贩子，钢铁厂的杜瘸子，水泥厂的宋青松都找我治疗过肾虚，但宋青松呢不常来，他办的卡都让他小舅子用了。还有金沙市场的金满山，还找我调理过心脏。哎，
当年有人来找我练气功，说要治疗自己的怪病。怪病？这个人说他有一种怪癖，不能行房，却喜欢收藏女人的衣物，远观女人的身子。这个人是谁？想起来了，徐志宏就是他介绍来的，还说徐萌是他的干妹妹，一听就晓得不是啥子正经关系嘛。到底是谁？我刚刚不是已经跟你提过吗？吴三龙噻。来。何总，你让我找个录像厅老板，办事扎手里了。我想问一下，我只收你一回光盘，这个要判好久啊？要是我提供了人头案的线索，算不算戴罪立功啊？吴正雄，算不算戴罪立功，要看你突出的线索是不是真的有用。保证有用。97年就有人到录像厅来找小灰狼买凶，当时我记下那个人了。当年你不说？警官，我只是个小老百姓的嘛，我哪敢得罪他们道上的人嘛？再者说了，我也没长到9个脑壳的嘛。别在这鬼扯，那个人到底是谁？宋青松的小舅子吴山龙，当时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还开着那个尾号688的奔驰车来的。确定吗？确定。警官，我记得清楚得很。当年金满山和他的手下胡安平还把我带到大辉煌的门口，专门指过他。警官，我已经交代差不多了哈，你看我的事情，这个案子。小韩，怎么了，何所？换你了。要得。警官，我算不算戴罪立功啊？警官，说到。老何，咱们直接红一回话。走起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哎，这趟几个字？啥子意思啊？还是你主我次，你虚我实，你白我黑。哎呀，大手的配合，抓着人是真的。走。老子真的是少得说，光天化日，有人居然敢殴打良好市民啊！你们来做起抓子啊！你们咋个执法的？做起抓子，快去抓人噻！啊，一点怜悯之心都没得了吗？啊，你看他也不跟我报，就这样子对待一个伤者的吗？啊！我是来报案的，这个感觉，我像是在被审讯呢。两位警察同志不是刑警的吗？咋会在派出所上班呢？吴山龙，我们两个为什么在这儿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我不清楚啊，我咋清楚啊？不清楚。好，先说说你这脑瓜子怎么回事？有人要害我，他光天化日之下，他想把我的脑壳烤烂。谁要害你？详细说一下。昨天我们见完面以后，我就想开车回家，不知道哪个狗子的搬了个石头放在我的轮胎底下，我就下车搬那个石头的时候，突然有个人就出现在我的后面，然后就咣一下打在我的脑壳后面。还好老子以前练过武术，反应快，不然的话我这个脑壳肯定被他烤成2半了。现场还有没有别的人？我是从后门走的，没得人看到。哎，这个就是凶手留下来的凶器，你们拿去化验一下，凶手的指纹肯定就在上面。这上面现在可都是你的指纹。你觉得打你的人会是谁？不晓得是哪个狗子，看到我开了个奔驰，觉得我有钱，然后他们就想抢钱，结果把我打晕了以后，发现我是个穷光蛋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们会重视的。你还有没有别的要说的？
的事了，我可以先走了吧？谁让你走了？还有其他事儿要问你呢。把你昨天在鸿运辉煌讲的话再重复一遍。我昨天不是说过了，才过了少废话，让你说你就说。前些年宋青松给了我10万块钱，让我去做掉徐萌妇女，他是反瞒我，不是这样，我肯定不能按照他的。2次说的不一样。一样的呀，没有不一样，一样的。宋青松4万，徐萌妇女我没做，然后吴山龙，有人告发你买凶小灰狼杀害徐某妇女，那说的？谁说的？含血喷人，诬陷，这个明显就是。吴山龙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5、29条规定，买凶杀人会以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进行处罚。买凶者属于教唆犯，应负有主要刑事责任。不可能，肯定是那个诬陷我，不可能。你要想清楚，不是坦白从宽，还是抗拒从严？坦白，我坦白，我的确是找了小灰狼，宋青松交代要让徐萌妇女从未阳消失，我就是想把他们给吓跑嘛，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杀人。再说后面小灰狼他也没有动手噻。小灰狼没有动手，那徐萌妇女是怎么死的？你是不是还雇佣了其他人？没有，还是你亲自动的手？咋个可能啊？根本就没得我的事的，我根本就没有。你少他妈给我耍花样！我啥子都不晓得了，我现在啥子都不晓得了。你去问宋青松，我啥子都不晓得，你问宋青松，我现在要回家。装疯卖傻，负隅顽抗，这龟儿子肚子里绝对还藏着祸。既然吴正雄咬了他，那干脆就拘他48小时，把他熬垮了再突击。老何，吴山龙毕竟是以报案人的身份来的，咱们没有直接证据，又没有拘传证，他要再继续胡搅蛮缠下去，咱们只会更被动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回局里开证。你等一下，先把人放了，看看他有什么行动。如果真有帮凶或者有什么隐情，放出去了自然会有所行动。我就是生气，这小子耍了咱们这么多趟，现在还放他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，整整逍遥了5年。正因为浪费了这5年，很多线索和证据找起来都很困难，倒不如让他主动露出马脚，咱们也好借机突破。你放心，盯他的事我来负责。那还是2头堵。我去找金满山，看看还能套出什么线索来。金满山3年前涉黑，畏罪潜逃了。哼，跑得了老猴，跑不了小猴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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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先原谅你。哎，歇一会儿啊，把这饭趁热吃了。一会儿吃。什么一会儿吃啊？等你想起来，我下一顿都做好了。我盯着你，赶紧给吃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小孩子今天讲什么了吗？他得了应激障碍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自我封闭了。我现在正在看他平时看的漫画，想找找突破口。他妈说他平时除了看书，不打游戏泡网吧。我就实在想不明白，
他为什么要逃课跑到园林里去呢？时空在变，精力有限，抓大放小，穿衣吃饭。啥子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你查案啊，要结合生活常识。这韩子昂妈妈，她说的话不能全信。当然，并不是说她欺骗警方，而是现在这些父母啊，有几个真正了解自己孩子的，尤其是那些青春期的孩子。就像当年你也不了解我一样。哎，所以说呢，这韩子昂妈妈看到的自己的孩子的样子，很有可能是韩子昂故意想让他看到的那一面。搞不好，这个韩子昂就是喜欢打游戏、泡网吧。也对，像韩子昂这个年纪，正规网吧不让进，只能去无证的黑网吧。可是园林里也没有黑网吧呀。能让你找到的，还能叫黑网吧吗？小姑娘，你们老板呢？我们老板有事出去了。家老板我早就问过了，没什么线索，我们还是快点去找网吧吧。老汉，哎，老先生。哎呦，奶人奶人！哎呦，玩个德鲁伊不会奶人哦！哎，哎呦，何叔哦，你吓死个人了，打个招呼嘛！你是这里的老板吧？嗯。你为什么偷开黑网吧，还收留未成年人打游戏？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黑网吧，我有证儿的，有证儿。我就是见不得天下的娃娃们的游戏打，我才放他们进来嘛。我这个算是公益活动，不收钱的，真的。我可以拿我游戏记录发誓。行了，别为难小杜了，他可是我和你冉叔叔的老熟人。真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？白天跟你讲过了嘛，没见过。哦，你可以从外头问一下嘛。哦，我说，我女儿说，好凶哦。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？所以他老汉儿天生干心经的了。对头。同学，问一下你，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？没有。你好，同学，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？没见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过他。他上个礼拜在那台机室看 cosplay， 边看边笑，嘴里还说起那个日语，一看就是个重度二次元。哎，把那4个孩子照片找一找。同学，麻烦用下你的电脑。这4个呢？见过吗？没看到过。你们呢？见过吗？啊！这个我见过，这个我也见过。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鼓笛，带着疯狂，歇斯底里。看着梦里熟悉的自己，与其回避，思绪游离。那曾是很遥远的记忆，我祈祷着我的命运。那是传说时间的秘密，无人
才算秘密。喜欢挣扎一片谎言的谜底，一句句组成了谁的姓名，也属于所有答案的终局，属于这片荒地。谁来自这对过去的人群，抚摸着一具生锈的躯体，把秘密藏进第几层楼梯，掀不起一丝涟漪。涟漪，喜欢挣扎一片谎言的谜底，一句句组成了谁的姓名，也属于所有答案的终局，属于这片荒地。谁来自这对过去的人群，抚摸着一具生锈的躯体，把秘密藏进第几层楼梯，藏进黑夜的孤寂。